有了孩子以后，我才发现一件有一点讽刺的事情，就是我一边想要培养他的专注力，但却又一边在他的面前做着完全相反的事情。有了孩子以后，就陆续接触到很多育儿经，其中最常听见的一句话就是要建立好孩子的专注力，让他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，玩玩具的时候给他自己玩，不要去打扰他，专心的陪伴他就好，然后给他好好的去完成一件事情。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觉得对啊，都很合理呀。我也想要建立好小孩的专注力，但育儿是个过程。就在某一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我就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突然间开始反观我自己，然后我发现我在吃饭的时候很习惯性开着《甄嬛传》或者是蜡笔小新配饭，开车的时候我也一定会开音乐啊，或者是电台，然后我煮饭的时候还会特地打电话找一个人聊天，这样就发现好像只要时间安静下来，我就会习惯性用声音去填补那个空掉的空间。我还可以同时间打2到3个 game， 超夸张的。就在反观的这个过程里面我才慢慢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可以 multitask 这么多事情啊，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完全 focus 在里面的诶。然后我开始想，是我怕无聊吗？为什么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没有专注力？然后我才慢慢发现，原来我害怕的是那种什么都没有的时刻。因为在那个安静的当下，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会浮现出来，有可能是你以前做过的一些很荒谬的事情，然后你现在想回去，你觉得就把自己埋掉算了，消失吧。又或者是一些自己不敢去面对的一些现实，就好比说家庭啊，然后事业、车贷、房贷，还有各种关系的维持，还要不停的自我突破，不停的学习，好像只有这样才可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。每天滑手机的时候，也会看到大家光鲜亮丽的外表，各种幸福快乐的时刻，然后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，看见自己人生的各种不完美，可是日子又一天一天的在过，就有一种被拖着前进的感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见这是焦虑我在焦虑就在这样子的精神状态下，音乐、游戏、娱乐、戏剧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，就很快跳进去，因为这是一种可以让自己短暂喘气，可以暂时逃离的一个角落。但是这个洞只要你进去就很难再出来，就很像你在滑手机停不下来的那种状态。原来我是在逃避。但后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个无底洞啊。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你还想这样继续下去吗？那答案当然是不想。好，那就换一条路走。
既然我要培养孩子的专注力，这样我也顺便一起培养我自己的专注力。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练习专心的看着孩子做每一件事情，把注意力放在眼前，放在当下，不去想别的。即使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想法跳出来，就是在关注孩子的时候还是会有东西想，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就要提醒我自己，把注意力拉到孩子的身上。我发现孩子的专注力超好的，根本不用教，因为他做东西很慢，然后他吃饭的时候也很慢，而且他吃东西的时候是一口一口吃的，然后他吃到很 enjoy。他吃到他喜欢的东西的时候，眼睛会发亮，还会有那种的声音。玩玩具的时候也会不停地回头看我有没有在看他，然后当他发现我跟他对视的时候，他就会笑到超开心超灿烂。然后也就在那一刻我感受到，原来我是孩子世界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这份爱不需要任何言语去形容，那些焦虑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就因为我慢下来去看孩子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也想要体验一下他吃饭的那一种速度跟体验，所以我决定在我吃饭的时候戒掉了看剧的习惯，就什么甄嬛传什么蜡笔小新，反正我都看了 N 遍了，就算了，我就专心吃饭。就在专心吃饭这件事情，让我发现我在吃饭吃到的每一种食材的味道跟口感，我就学我的孩子一样一样抓着来吃。我没有抓就是我就吃一样食材味道，比如讲我吃蘑菇，过后我才吃菜吃肉，我在3种合起来一起吃，然后我就吃到里面各种不同的味道，跟有一些是比较干的，然后有一些是比较湿的，就是会吃到那种口感，还会发现牙齿跟食物之间那种细微的摩擦感。然后我还惊奇的发现，我很习惯性就是没有咬完我就吞下去，然后这一次因为我发现了，所以我就咬烂了我才吞下去。然后还有那种食物经过你的喉咙，然后再穿进你的胃的那种感觉，我很快就饱了。我就这样一口一口吃，饱得很明白，饱得很满足，我完全有吃到各种的味道跟那种口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发现食物好像比以前更有味道。其实我们不是不能专注，只是不敢停下来去面对那一份外表安静、内心躁动的自己。那些藏在生活细节里面的，其实都是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样子。可能我们会以为无聊是在浪费时间，但或许那才是我们最接近自己的时候。底下留言，你上一次无聊的时候在干嘛？在想什么？留言下方让我知道你也在，我也想让你知道我也在。让我们一起在这条路上，一起去克服那一些焦虑、恐惧，那一些我们不敢面对的自己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欢迎下方留言、点赞、收藏、分享。我们下期见咯，拜拜。
嗯。